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我打算做点100%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就这么说吧，我们抠完的鱼骨，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但这不是最麻烦的，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那鱼豆腐吃的容易塞牙呀。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一天，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后来，然后这鱼泥简单调对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它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我就说这一天呢，眼珠见瞎，胳膊几无力了，就要再多做点，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干完之后特别紧实，就这么捶都捶不碎，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但是那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能不能增鲜不知道，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口感特别丰富，而且真的巨香，因为鱼肉本来就鲜，然后卤汤红油的香辣也烤入味了，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着给他们舔一口。现在是早上4点，零下20度，昨天睡了不到2个小时。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儿，所以现在要去买一些新鲜的肉和蔬菜。今天要去给哈尔滨的环卫工送点吃的和用的。他们的冬天是很辛苦的，为了保证城市能正常运转，经常能看到他们通宵的情绪，所以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尊重。正好快元旦了，就当一起过个年了。那坦诚讲，上汽大众在听说这个事情之后也特别想参与进来，他们提供了一辆最新的途岳新锐来做我们这几天的出行和运货的保障车，同时在物资方面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抓在手里拧成棉花糖，是烦恼不能忘。其实你那个风景多漂亮。赶上炒大席了，我天！正里炒了一个6桌的大席，这不是6桌，这又够10桌吃的。对。这个是最保温的，里边4层。那咱一人来这个吧，行吗？唱一句歌敲手颤，选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样。大美的开朗，给我一口啊！有没有人给我一口？我去，也给我一口吧，求求了。这挺能装，这真是能装。走啊，出发！哇，走了。开始倒。我这天太冷了，快把座椅加热打开呀！
在这儿也是作为一个哈尔滨市的普通市民，感谢大家为这个城市做的付出和贡献，微薄之力，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种牵挂和温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别，谢谢大家，没事。这阿姨拿不了了，给送一下吧。谢谢。哎呀，应该。不客气。慢慢拿，大爷啊，别着急啊。没事。慢走，大娘，慢走啊。应该。我听说咱们沿线还挺长的，就沿线把大家都放到这个家门口或者附近的这个拿东西不好拿呀，不行不？啊。这保温杯效果可好了。保温饭盒效果也好，没啥太能用大爷。小丽拿啥吃？不行，见着孩子过年了，孩子分一分。走啊，快要刷碗去了。再加点油吧，跑2天快没油了。这车真省油啊！跑了1天才花了几十块钱，开起来也挺好开的。这车多少钱呢？现在起步价都不到8万，这么便宜啊！我过年也整一个。发完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几个叔叔阿姨的家里，他们的生活状况非常令人吃惊。首先，这是一份没有休息日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要是下雪的话，就得连续24个小时以上在室外清雪。每个月的收入是2000多，乍一听不少，但是几乎都要负担着孩子的学费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医药费。住的房子月租金是80块钱，卫生间离家里最近的一个是500米，床是2个椅子和1个木板搭的，因为他们不舍得买床，当然他们也不舍得买肉。我其实还问了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但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我也是在那一刻才发现，哦，原来许愿这件事情竟然也是有门槛的。那个下午我过得非常震惊，甚至开始让我怀疑我生活的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但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我几乎没有听到有人在感叹命运的不公或者抱怨生活的现状。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太伟大了，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内心依然能开出一朵灿烂的花，他们就是生活的胜利者。你求2000，求1000，2000呢？不感谢，感谢，走了，走了，我们帮不了太多。回家吃饭，你们都冷了，走了。来，给你拿东西。好了，给孩子没关系，过年了。太谢谢，太冷了，回去吧。你去找孩子去吧，走。